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花生素有长寿果的美誉，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，在民间也有说法，称常吃花生能够降血压，于是许多的老年人都喜欢每天吃上一小把。郑奶奶就养成了吃花生的习惯，她有3年高血压的病史，退休后就开始注重养生。白天孙子孙女都去上学了，郑奶奶闲来无事，经常会准备一盘花生米，一边看电视一边吃。吃了一段时间后，郑奶奶发现自己好像变胖了，血压也没有降。她很纳闷，为什么别人说花生就是降血压，自己吃却一点效果都没有？难道是方法错了吗？研究花生可以降低心血管风险。在我国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超过了癌症，而且持续的上升，年轻化的趋势已成为了威胁国人健康的第一大敌人。那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吗？发表在 Stroke 上的一项研究告诉我们，也许可以尝试每天吃点花生。该研究涉及7万多名中老年人，45到74岁，随访调查15年，最终发现，平均每天摄入4到5颗花生，有助于降低13%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，其中缺血性中风的风险降低20%，全脑卒中的风险降低16%。研究人员称，在饮食中加入少许的花生，可能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简单方法。其预防机制可能与花生富含膳食纤维、矿物质、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关。研究人员还建议，除了花生，每天摄入少量的无盐坚果也能够起到类似的效果，例如核桃、夏威夷果、榛子等。每天1把花生是降血压还是升血压呢？花生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，每100克含不饱和脂肪酸 49.20 克，蛋白 24.8 克，膳食纤维 8.5 克，钾元素705毫克，维生素 E 8.33 毫克。适当的摄入这些营养对人体是有益的。那么每天吃花生真的能够降血压吗？实质上，花生与降血压的关系是比较有限的。控制血压是要通过药物、运动和饮食方面来调节。另外，适当食用不加盐的花生也不会升高血压。所以想要稳定血压，最好的方法是遵循医嘱，按时的服用降压药，并在运动、饮食上下功夫。不过，花生虽然不能够降血压，但其营养成分有其他的好处，比如降低胆固醇。花生含有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，其中的亚油酸有助于降低胆固醇，使胆固醇分解，以胆汁酸的方式排出体外。另外，花生的胆碱、卵磷脂等的物质也有助于增强血管的弹性，并可以防止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内壁。增强记忆力。花生它含有大量的卵磷脂，其中胆碱与人体内的乙酸可以合成乙酸胆碱，是一种信息的传递物质，它有助于神经细胞的发育，增强记忆力。止血止咳。花生液中含有的脂肪和多种的维生素，它能够对抗纤维的蛋白溶解，促进骨骼制造血小板，有很好的止血和促进造血的功效。此外，花生中含有丰富的油脂，也能够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。久咳气喘、咳痰带血的患者，平时不妨吃一些花生。控制食欲，有助于8分饱。花生它是属于一个高饱腹感的食物，能够让你感觉更饱。如果在吃早餐的时候加一些花生或者是花生酱，就能够增加饱腹感，来减少当天的进食量。适当的吃一些花生就能够帮助控制食欲，有助于做到8分饱。稳定血糖。有研究发现，如果在饮食中用花生来代替红肉，患糖尿病的风险能够降低21%。这是因为花生能够减缓人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，特别是早上吃一些花生，既能够提升饱腹感，又能够防止升糖过快。
6. 减少结直肠癌的风险。研究还发现，每周至少吃2次花生的女性，患结直肠癌的风险能够降低 58%。每周吃2次花生的男性能够降低 27% 的结直肠癌风险。科学家分析发现，可能是花生中所含的叶酸以及其他的抗癌物质起的作用。7. 有利于心脏的健康。营养学期刊上有一篇文章指出，吃花生最多的人可以将患冠心病的风险减少 35%。因为研究人员发现，花生中的脂肪酸构成能够降低人体身体内坏胆固醇的含量，利于心脏的健康。不过吃花生要控制量，因为花生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，吃多了会增加能量的摄入，对健康并没有好处。2. 特殊的人群要少吃花生。第一种是高脂血症和糖尿病的患者，一天吃花生的总量最好不要超过20克，大约就是10颗左右的花生。第二种就是胆囊炎患者，胆囊炎患者在急性发作期间禁食花生。第三种就是消化不良的人，如吃完饭后会打嗝、反酸、腹胀、没有食欲，又或者出现其他消化道不耐受等情况的人，要少吃花生。第4种就是痛风患者，痛风是一种由于嘌呤代谢紊乱而导致的疾病，痛风患者通常都有高尿酸血症。如果痛风患者饮食含有过多的脂肪，就会减少尿酸的排出而加重病情。所以痛风患者在急性发作期间要禁止吃花生，在痛风缓解期也只能少量的吃一点花生。那怎么吃花生最健康呢？ 1. 水煮花生。水煮花生保留了花生中原有的植物活性化合物，易于消化吸收，也要注意它的煮法。首先我们将外观呈黄绿色的花生剔掉，后再用流动的水浸泡漂洗，再用干净的水煮熟即可。黄曲霉毒素有水溶性，经过漂洗水煮，花生上沾染的黄曲霉毒素基本上都溶到了水里去了。2. 醋泡花生。我们用陈醋来浸泡花生仁1周以上，每天饭后吃10克左右，连吃1周，有助于降低血压及软化血管，减少胆固醇的堆积。此外，我们吃花生也要注意的事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花生一定要注意保存，因为保存不当发霉的花生容易被黄曲霉毒素污染，是一种强的致癌物，一旦吃了可能会致癌。如果发现花生发霉了，一定不能再食用。此外，花生含有的油脂很多，患有肠胃疾病和皮肤油脂分泌十分旺盛的人就不宜长期的大量食用。花生是一种好食材，但只要吃对了才能够起到养生的效果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